Hello， 大家好，我是晶晶。說到 ROG 啊，大家第一個想到的一定就是電競。那不管是筆電啊、螢幕、顯卡、鍵盤、滑鼠，甚至是整套的電競設備 ，ROG 它幾乎都有。但是呢，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產品有點不太一樣哦。它不是電競的螢幕，它也不是電競的耳機，而是 ROG 第一款真正跨足家庭劇院的聲霸 ROG Gala Gaming Soundbar。很多人玩遊戲，他都會戴耳機，但是戴久了耳朵它真的会痛。想換成喇叭又怕沒有定位感，沒有震撼力，甚至呢，電影跟遊戲還要準備2套設備哦。ROG 的想法呢，就是把這2件事情整合在一起。那平常放在電腦桌前，它就是一套完整的電競聲霸。那你想要看電影的時候呢，你只要接上電視，它又可以立刻變成客廳的家庭劇院。所以今天呢，我們就要在英格蘭帶大家從電競玩家角度，一直到家庭劇院的角度，完整開箱這套 ROG 的 Gala， 它到底能不能真的做到電競家庭劇院一套搞定？那我們就直接實測給大家看。好，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開箱。打開包裝後呢，裡面的配件很簡單，包含聲霸本體啊、無線重低音，還有液晶的控制器，以及電源，還有相關的線材，接上就可以開始使用。那我們第一眼看到 ROG 的 Gala， 我覺得真的非常有 ROG 的風格哦，整體線條利落，搭配這個金屬網罩，看起來真的非常有質感。那不管你是放在電競桌前呢，還是客廳電視前，都很搭。如果你的電腦也是 ROG 生態系，像是螢幕啊、鍵盤、滑鼠都有 RGB， 那整套同步起來真的非常有電競的氛圍。那另外它還附了一組可以調整高度的底座哦，不要小看這個設計，把聲霸調整到接近耳朵的高度，玩遊戲時的人聲啊、腳步聲跟定位都會更自然。再來，我覺得最特別就是這一顆液晶控制器哦，它不是一般的遙控器，而是直接放在桌上的控制中心。你可以透過旋鈕啊，就可以調整音量啊，切換輸入來源，切換遊戲、電影、音樂模式。LCD 螢幕呢，它也會同步顯示目前的狀態。那整體操作呢，非常的直覺。如果搭配 Gear Link， 它還可以自定顯示內容跟動畫，讓整體更有 ROG 的風格。整體看下來呢 ，ROG Gala 它不只是外形有電競感，在操作體驗上，它也比傳統的聲霸更直覺，更符合玩家的使用習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大家最關心的規格。ROG Gala 採用的是 2.1.2 聲道設計，聲霸裡面配置了4顆50mm 的全音域單體，還有2顆27mm 的高音單體。再搭配左右2組向上發聲單體，那另外它還有一顆6.5寸的無線重低音。這樣的配置呢，不只是讓聲音變大聲而已，而是把不同頻段的分工給做好。像是遊戲裡面的人物對話啊、腳步聲、武器碰撞，主要由全音域跟高音單體負責。那爆炸啊、引擎聲或者是電影的大場面，則是交給6.5寸的重低音來呈現。所以整體聲音呢，會更有層次，也更有震撼力。那另外呢，它支援 Dolby Atmos， 搭配上方的發聲單體，可以營造出更有高度感的音場。那不管是飛機從頭頂飛過啊，還是電影裡面的大場景，都可以比一般的2.1聲道更有包圍感。那我們再来看看端子的配置。ROG Gala 提供 HDMI in 跟 out， 它是 EARC 哦。那還有 USB-C、光纖 3.5mm 以及藍牙 5.3。常見的連接方式幾乎都有，其中呢，我覺得最實用的就是 HDMI in 跟 out。如果你是電腦啊、Xbox 或者是 PlayStation， 你可以直接接到 HDMI in， 再由 out 接到電視，那聲音就是由 Gala 來處理，那影像就可以直接輸出到熒幕啊，你就不需要一直拔線切換。而且呢，它有支援到 HDMI 2.1， 最高可以對應 4K 120Hz 的影像直通。對於高更新率的遊戲玩家來說，畫質和更新率你都可以一次滿足。那另外呢，它還有2個 USB-A， 你可以拿来接鍵盤啊、滑鼠的接收器，或者是其他 USB 裝置，你的桌面整理起來也會更乾淨。講到電競聲霸，很多人常看到的規格是 THX， 但是這一次 ROG 的 Gala 它採用的是 Dolby Atmos。兩者呢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哦。THX 它不是一個音效格式，而是一個影音的認證標準，它主要是檢驗設備的頻率響應啊、失真。
動態範圍跟聲壓還有聲音定位，確保產品它在播放的時候，它可以維持一定的聲音品質還有準確度。所以過去許多電競音響呢，它會去強調 THX， 那它主要是着重在遊戲中的聲音定位、細節還有還原能力。而 Dolby Atmos 它是沉浸式的空間音效格式，它採用物件導向音訊技術，除了傳統的左右啊跟前後方向，它還加入了上方它的高度資訊哦，讓聲音可以出現在3維空間裡面，像是遊戲裡面的敵人啊從高處跳下來，飛行物從頭頂經過，或者是電影中的雨聲啊、雷聲、飛機音效，它都可以呈現出更明顯的高度還有空間包圍感。所以呢 ，THX 它強調的是設備播放的準不準，那 Dolby Atmos 則是強調聲音的空間有沒有立體。所以他們2個呢是不能互相取代的，也不是說誰一定比較好，而是他们2個產品的定位不同。ROG 它選擇導入 Dolby Atmos， 再搭上 2.1.2 聲道向上發聲單體，代表呢它不只是着重在電競的定位哦，也希望可以兼顧3A 遊戲、電影還有客廳、家庭劇院的沉浸感。這也是 ROG Gala 和一般電競聲霸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它不是只服務電腦桌，而是希望它可以同時跨足電競還有家庭劇院2種的使用情境。那 ROG Gala 它更像是一台把電競啊、影音娛樂跟家庭劇院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的影音中樞。那你不管是接電腦、遊戲主機還是電視，它都可以快速的完成切換。硬體接好之後，接下來就是設定的部分。那 ROG Gala 它不需要安裝很複雜的軟體，它只要透過 ROG 的 Gear Link 網頁版，那你就可以完成大部分的設定。操作界面也是非常直覺。那裡面可以調整的功能還蠻完整的哦，像是 EQ 的音效模式、RGB 燈效、重低音音量、Dolby Atmos、高度声道效果，都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做客製化。如果你是電競玩家，你可以把 EQ 切換成遊戲模式，看電影的時候你再切回電影模式，整個操作呢不用幾秒鐘就可以完成。我自己蠻喜歡的一點哦，就是它不用一直開啟軟體，那設定完之後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之後再透過這個液晶的控制器就可以快速切換音效模式，還有輸入來源，使用上是相當的方便。所以呢 Gear Link 它比較像是 ROG Gala 它的控制中心，把所有的設定都整合在同一個界面，所以你不管是玩遊戲、看電影還是調整燈效呢，都可以很快的完成。接下來我們把設備從 PC 換成 XSS 的遊戲主機。那這一次我們不是直接把 Xbox 接到電視，而是透過 ROG 的 Gala 它的 HDMI in。接法很簡單，就是 XSS 的遊戲主機接到 HDMI in， 再由 out 接到電視。這樣一來呢，遊戲畫面它會直接輸出到電視，而聲音則是由 ROG 這邊解碼播放，你不需要再另外拉光纖啊，或者是額外設定。那整個連接方式非常直覺哦。另外 ROG Gala 它支援 HDMI 2.1， 最高到 4K 120Hz 的影像直通。如果你的遊戲主机、電視啊 HDMI 線材都有符合規格，就可以兼顧高更新率的畫面，還有高品質的音效。你不需要為了接聲霸而犧牲遊戲的體驗。我覺得 HDMI in 它最大優勢就是它把 ROG Gala 整個變成影音系統的核心。那不管你今天是 PC 啊、Xbox， 甚至是未來接上其他 HDMI 的設備，你都可以透過這個液晶控制器來快速切換。那整套設備呢，就可以整合不同的娛樂需求。那這個呢，也是它和一般電競喇叭最大差異之一。前面我們是在電競桌前面測試這個 ROG Gala， 接下來呢，我們會把整套設備移到我們英格蘭的客廳展示空間。那畢竟呢 ，Gala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希望透過一套設備，同時可以滿足電競啊、電影、音樂，還有日常的娛樂等等的不同需求。不過這一次呢，我們不只是測試這個 Gala 單機表現哦，我們還特別加入了 Win 的 Ultra 串流播放器。看看這一套原本定位為電競聲霸系統，再加入獨立的串流訊源啊、EQ、PEQ 跟空間校正功能之後，能不能進一步轉化成一套更完整的客廳影音系統？
這一次我們把這個 ROG 的 Gala 放在電視的前方，那6.5寸的無線重低音放在我們沙發旁邊，距離主要聆聽位置大概是3公尺。那這也是目前台灣多數家庭客廳相當常見的觀看距離。因此呢，我們這次測試呢，並不是在特別打造的獨立視聽室中進行哦，而是盡量貼近一般家庭真實的使用情境。測試呢分成2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是透過電視的 HDMI ERC 直接連接 ROG 的 Gala， 那測試我們 Dolby Atmos 的電影跟日常追劇的效果。第二部分則是加入 Win Ultra， 利用 Win Ultra 的 RCA 類比輸出轉接到這個 ROG 的 Gala 它的 3.5mm AUX 輸入，測試我們音樂串流以及經過 EQ 啊、PEQ 跟空間校正之後的聲音表現。第一種連接 HDMI ERC 巨熱模式，那如果主要用途是看電影、追劇還是玩主機遊戲，那我們實際測試之後呢，仍然認為 HDMI ERC 它是 ROG Gala 最直接、最完整的連接方式。那你透過 ERC 連接電視之後，你可以保留 Dolby Atmos 的多聲道空間資訊。那你可以利用 ROG 的 Gala 它的 2.1.2 声道架構上跟向上发声单体，營造出左右寬度跟垂直的高度。首先，我們播放 Dolby Atmos 的測試影片哦。第一個感受到的不是低音，而是整個音場被打開了。那聲音不再是只是集中在我們電視機的正前方哦，而是它會向左右兩側延伸，那同時帶出一定程度的高度感，像是我們的鳥鳴啊、雨滴、風聲，還有那個飛行物體啊，從畫面上方掠過的音效，這些呢你都可以感受到聲音有向上延伸的效果，讓畫面不再只是一個平面的聲音來源。那這也是 Dolby Atmos 它跟一般2聲道立體聲最大的差異哦。它不只是左右聲道定位，而是它把聲音的高度跟空間層次一起加入，讓整個客廳的包圍感呢可以更加的完整。不過呢，在實際聆聽的時候呢，我們也發現哦 ，ROG 它 Gala 不論是透過 HDMI 的 ERC 光纖或者是其他的數位訊源連接，那整體的低頻的位置呢都會稍微向上延伸一些。也就是說呢，它的中低頻它會比較飽滿，聲音聽起來很有分量。但是在某些人聲啊、背景音樂跟低頻同時出現的場景當中，中低頻它的存在感就會比較明顯哦。這不一定是缺點，對於喜歡電影的爆發力啊、遊戲打擊感跟比較厚實的聲音風格的使用者來說，那這種調音反而會讓聲音更有氣勢。但如果你追求的是更乾淨的人聲線條、更集中的低頻位置，就需要透過一些訊源或者是等化器進一步的調整。Come on, do some of that pilot shit! Brace yourself! Hit! Holy shit! I got two! Taking a shot! 那看完 Top Gun 它的預告片哦，這支預告片它一直都是家庭劇院裡面非常經典的測試素材。那因為它裡面包含大量的機器的引擎聲啊、低空飛行、爆炸音效，還有 Hans Zimmer 他所制作的電影配樂，非常適合測試一套影音系統的動態啊、低頻、人聲還有空間感。首先是人聲表現，人物對話的位置呢相當集中，即使背景音樂它跟戰機引擎同時出現呢，對白它依然可以維持不錯的清晰度，它不容易完全被背景音效蓋過去哦。那再來是音場。當戰機呢從遠而近飛過的時候，你可以感受到聲音有明顯的移動感啊，左右聲道之間的銜接也非常的自然。那聲音並不會只停留在電視機的範圍內，而是它可以向電視的兩側呢繼續的延伸，營造出超越電視寬度的音場。接着是低頻哦，6.5寸無線重低音在戰機引擎全油門加速啊，低空掠過、突破音障跟爆炸場景中呢，可以提供相當充足的低頻能
能量。它的低頻呢，並不是只有轟隆作響，而是它可以為引擎增加厚度，為爆炸增加力道，也讓電影配樂的鼓聲呢更有重量。如果使用 HDMI ERC 觀看電影呢 ，ROG Gala 它的優勢就是整體的氣勢很完整。那聲霸本體負責前方的音場啊、人聲跟高度感，那無線重低音則是補足電影需要的衝擊力，兩者之間維持不錯的整體性。最後呢，就是沉浸感。向上發聲單體呢，它在飛行場景中確實可以增加聲音的垂直感。雖然它不像是真正安裝在天花板上面的獨立天空聲道，可以提供一個非常明確的頭頂定位，但是以一套 2.1.2 的聲霸來說呢，已經能有效的提升電影的空間感還有包圍感。第二種連接加入 Win Ultra 的串流播放器，接下来才是這次測試讓我們最驚訝的部分哦。我們把 Win Ultra 它的 RCA 類比輸出，透過 RCA 轉 3.5mm 的訊號線連接到這個 ROG 的Gala 它的 AUX 輸入。那原本呢，我們只是想要測試加入串流播放器之後呢，操作上會不會更加方便？沒想到實際開聲之後呢，整套系統的聲音風格出現了非常明顯的變化。首先，人声的解析度明顯提高哦，相較於直接使用一般數位訊號源播放音樂，那透過 Win Ultra 輸出之後，歌手的聲音輪廓更加清楚哦，嘴型更集中，呼吸啊、尾韻跟背景的細節也更容易被聽見。尤其呢是在流行音樂現場演唱跟人声錄音中，你可以感受到人聲從背景音樂中被拉了出來哦，不再只是和所有的聲音混在一起。第二個差異呢是低頻變得更加集中哦。ROG Gala 它原本的低頻量感已經是相當充足的，但是部分連接方式呢會有中低頻稍微往上延伸，聽起來比較厚，也比較有電影音效的氣勢。加入 Ultra 並經過適當的調整之後呢，音頻它的位置变得更集中，收放速度呢也會更加的利落。該有的衝擊力的時候呢，依然非常的威猛，它不會讓整個中低頻區域變得過度膨脹啊，鼓聲更扎實，電子低頻的下潛呢也會更清楚。那人聲跟低頻之間的分離度呢隨之提升。簡單來說呢 ，HDMI ERC 模式的優勢就是電影氣勢、Dolby Atmos 的空間感，還有使用上的便利性。加入 Win Ultra 之後呢，更像是替 ROG Gala 補上一套獨立的音樂訊源，還有音效調教中心。Win Ultra 帶來的升級呢，並不只是讓 ROG Gala 它可以連接 WiFi 播放音樂而已。它透過 Win Home App 呢，我們可以針對不同的音樂類型啊、空間條件跟個人的喜好去調整 EQ。那你也可以使用更精細的 PEQ 參數等化功能。那針對特定的頻率進行增益啊、衰減，還有頻率調整等。例如呢，如果你覺得 ROG Gala 它的中低頻稍微偏多，你就可以透過 PEQ 把容易產生膨脹感的頻段適度的降低。那如果你希望人聲再靠前一點呢，你也可以針對中低頻進行小幅度的調整，讓歌手的聲音可以更集中、更清楚。除此之外呢 ，Win Ultra 它可以進行空間校正，它可以依照實際的客廳它的聲學狀況，修正牆面的反射啊、家具擺設跟空間尺寸它所造成的頻率不均勻的問題。尤其是低頻啊，往往最容易受到客廳的格局、牆角跟沙發的位置去影響到。透過空間校正跟後續的 PEQ 微調，可以讓原本比較容易產生駐波或者是膨脹感的低頻變得更加平均。那這等於是 ROG Gala 它原有的聲音基礎上再增加一層，可以依照空間跟喜好客製化的能力。在操作方面啊 ，Win Ultra 它支援的網絡串流跟 Spotify Connect， 因此呢，你不需要每次都透過藍牙把手機聲音傳送到聲霸。那你只要手機跟 Win Ultra 它位於相同的網絡環境，它就可以直接在 Spotify 中選擇 Win Ultra 播放。那手機則可以繼續作為選歌跟操控界面。相較於一般的藍牙連接 ，WiFi 串流它不但可以使用距離更自由，那也不會因為手機通知啊、來電或者是離開客廳而中斷播放。那如果你的 Spotify Premium 已經有支援到無損功能，你也可以透過設定呢去選擇24bit 44.1 Hz 的無損內容。那實際是不是可以以無損的格式播放呢？依然還是要依照賬號它開通的狀態啊、地區、韌體跟裝置相容性而定哦。對於平常習慣使用 Spotify 啊、網絡電台或者是其他串流服務的使用者來說
Win Ultra 它可以把 ROG 的 Gala 從一套接在電視或者是電腦上的聲霸，進一步變成家中隨時可以獨立播放的音樂串流系統。那經過這一次呢，實際把 ROG Gala 從電競桌移到我們英格蘭家居的客廳空間之後，我認為它最值得討論的地方呢，並不是它只是一款 ROG 的電競聲霸，而是呢，它確實具備成為現代客廳影音核心的能力。那對於多數的台灣家庭來說呢，真正使用環境呢，往往不是獨立的視聽室哦，而是大約3公尺的觀看距離的客廳。在這樣的空間中呢，使用者通常他會希望設備不要太複雜，不要重新裝潢，那也不想在客廳的四周呢拉滿這個喇叭線，但同時呢，又希望可以看電影的時候，它有比電視內建喇叭有更完整的聲音表現。那這個正是 ROG Gala 最適合發揮的地方。透過 HDMI ERC 連接電視之後，可以直接對應 Netflix 啊、Disney Plus 或者是 Apple TV。那遊戲主機跟其他音訊來源，那 2.1.2 聲道搭配向上的發聲单體，可以讓聲音不再只是集中在電視的正前方，而是可以向左延伸到右。那同時呢，增加一定程度的垂直高度感。在 Dolby Atmos 的電影中呢，飛行物體啊、雨聲、環境音，還有大場景聲呢，它都可以呈現出比一般立體聲更完整的空間層次。6.5寸無線重低音呢，則是負責補足家庭劇院最重要的低頻能量，像是戰機引擎啊、爆炸、鼓聲，還有電影配樂，都可以感受到更明確的重量跟衝擊感。那對於喜歡動作片啊、科幻片或者是大型場面的使用者來說，這種提升呢，它會比單純增加音量更明顯。那當然了 ，ROG Gala 它仍然是一套 2.1.2 声道系統，它無法完全取代具備獨立後環繞跟實體的天空聲道的 5.1.2 或者是 7.1.4 的家庭劇院。那在後方音效移動啊、頭頂定位跟整體的包圍感方面，完整多聲道系統依然還是更有優勢。但是如果回到一般家庭，真正需要面对的空間限制啊、安裝難度跟操作便利性， ROG 的 Gala 它價值就非常的清楚，它只需要一支聲霸跟一顆無線重低音，你不需要埋線，也不需要施工，也不需要準備擴大機跟多支喇叭，就可以快速讓客廳的影音效果提升到接近小庭家庭劇院的水準哦。而且這一次加入 Win 的 Ultra 之後，也讓我們看到這套系統在家庭娛樂上的另一種可能。如果說 HDMI ERC 它是負責電影跟劇院的體驗，那麼 Ultra 呢，它就是負責音樂串流跟聲音的調整。那透過 Win 的 Ultra 它的 RCA 輸出連接 ROG 的 Gala 之後呢，我們實際聽到的人聲輪廓它會變得更清楚，那背景樂器呢跟歌聲之間的分離度也會更加明顯。原本比較厚實的中低頻呢，經過適當調整之後，低頻位置也會變得更加集中，那速度跟控制力也會更好。那它不是把低頻削弱，而是讓低頻它把該有力的時候依然有力，那同時減少中低頻過度的膨脹，讓整體的聲音可以更乾淨、更有層次。Win Ultra 它帶來另一個重點就是 EQ、PEQ 跟空間校正。那一般客廳的低頻表現呢，往往它會受到牆面啊、沙發、櫃體跟重低音的擺位影響。那同一套設備它放在不同的空間，聲音呢就會有很大的差異哦。透過空間校正呢跟 PEQ 的微調，使用者他可以依照自己的客廳條件，修正低頻駐播啊、中低頻過多或者是人聲不夠清楚的問題。那這也讓 ROG 的 Gala 它不再是一套固定調音的聲霸，而是一套可以依照空間、依照個人喜好進一步調整的客廳影音系統。所以我認為這套組合最理想的使用方式，就是讓不同連接各自發揮它的優勢啊。看電影、追劇跟玩遊戲的時候，你就可以使用 HDMI 的 ERC， 保留 Dolby Atmos， 那電視聯動跟完整的影音便利性。那平常呢，你想要聽音樂的時候，就切換到 Win 的 Ultra， 利用 WiFi 串流、EQ、PEQ 跟空間校正，取得更清楚的人声、更集中的低頻，還有更細膩的音樂表現。簡單來說呢 ，ROG Gala 它負責把家庭劇院需要的規模啊、動態跟震撼感做出來。那 Win Ultra 它則是補足網絡串流、音樂解析跟聲學調整。兩者搭配之後呢，這一套系統不只適合偶爾看電影，而是可以真正融入我們每天的客廳生活啊。白天你可以用來播放音樂啊，或者是網絡串流；晚上呢就可以透過 HDMI 的 ERC 觀看 Dolby
Dolby Atmos 的電影。那接上遊戲主機之後，它也可以保留 ROG 它原本擅長的電競娛樂體驗。所以這次實測之後呢，我認為 ROG Gala 它最吸引的地方呢，並不是它有多少的電競燈效啊，或者是單一的規格有多強，而是它提供了一個相對簡單、完整而且容易進入家庭劇院世界的方式。它適合想升級電視聲音卻不想要立即投入完整多聲道系統的使用者，那也適合空間有限、不方便裝潢拉線，可是仍然希望電影呢具備低頻啊、音場跟 Dolby Atmos 這個空間感的家庭。如果再加入 Wim Ultra 呢，它還可以進一步兼顧串流音樂、音質調整啊跟空間校正，可以讓整套系統從一支聲霸升級成為完整的客廳影音中心。最後也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哦，這一次我們英格蘭很榮幸跟 ASUS 的 ROG 以及台灣電競電商通路 PC Hut 合作，打造一個 ROG 的電競展示專區，大家可以親自來英格蘭家居的台中旗艦店實際體驗我們 ROG Gala 在客廳啊、家庭劇院 Dolby Atmos 的電影，以及搭配 Wim Ultra 串流播放器之後的聲音差異。那有些聲音規格呢，用看的不一定有感，但是實際坐進客廳播放一段電影之後呢，差異就會非常的明顯。那我是晶晶，我們下次見嘍，大家拜拜。